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在我门诊啊，有一天来了一个30几岁的年轻爸爸，他就是一进来就说：“庄医师，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太多不舒服啦，可是我很怕变成我爸爸那样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爸爸才60几岁哦，那血压很高哦，然后他就心肌梗塞，已经装了3个血管支架了，那现在动不动啊胸口闷就喘。我觉得我以后有可能会变这样，因为我现在血压动不动就是130几、140几，有时候压力比较大会变150几。那我觉得，我好像已经有高血压的前期的征兆了，我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变成我爸爸那样，不要变高血压，然后不要吃高血压药这样子？那中医可以治疗高血压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集。高血压是怎么样子去定义的呢？以前说呢，高血压就是收缩压在140以上，舒张压在80以上。可是现在定义比较严格了，就是130/80。因为现在认为说，如果你控制的比较严格一点，你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呢就会比较下降一点。那为什么会有高血压呢？其实有很多的因素，它不是单一因素哦。当然基因啊、家族史是一个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肥胖啊、抽烟啊、喝酒啊、睡眠不足啊、长期的压力啊，还有一些少数的族群，它有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，或是有肾脏病，也会造成高血压。那讲这么多呢，大家就应该知道说，它既然不是单一因素的，所以呢，它就会有很多因素共同去处理。那如果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控制好的话，就会有更高的几率我们不会得到高血压。中医怎么看待高血压呢？中医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，因为我们中医以前也没办法量血压，有类似的症状，像什么呢？高血压有的症状会是什么？就血压高起来会觉得脖子很紧，然后头晕晕胀胀的，甚至会头痛。那其实呢，中医以前就有发现这件事情啦，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说：“诸风掉眩皆属于肝，归类于肝风内动，水海失养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年纪大了，肾气虚，那神经系统开始不稳定了，肝风就开始起来了，然后就开始晕了，然后你去量血压，就发现说啊，我血压已经变高了。那这就是中医的认识。那高血压呢，其实有几个发病的类型啦，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阶段，给予不同的治疗原则。像我刚开始开场提到的这个案例啊，那儿子后来把爸爸带来看，那爸爸手都在抖。然后量他血压就是140几、90几，已经是高血压了。然后呢，这爸爸的治疗，当然我们就是以补肾，然后维持住现在状况为主。可是像那个来看我那个年轻的爸爸，他才30出头岁耶，他血压已经高到140几，舒张压已经90几了。这种年轻的发病呢，通常跟基因的遗传几率比较高一点。当然，我们就一定要补肾。那补肾呢，我们就给他寄生肾气丸啊、山茱萸、山药这些。那吃了1年之后呢，后来他的血压都一直维持在120几、70几，控制得很正常，就不会再高上去了。那其实呢，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，他不一定只有高血压这件事情哦，他可能也有心脏病啊、糖尿病啊、青光眼啊，然后又痛风啊、又高血脂啊。像我有个病人就这样，他已经50几岁了，那这些病都有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爷爷爸爸都是心脏病走的，然后呢，有一个是中风、脑出血走的。他说我以后会不会变这样？我们让你保养，保养到你的虽然有这些基因，那你已经发病了，可是你的器官维持得很好，那你以后当然不会走像你爸爸、爷爷这个老路啊。然后结果治疗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儿子也来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觉得这个家族基因那么强，来帮他儿子也抽血看看，结果发现他儿子血糖也高了，血压也高了。然后呢，肝功能指数也高了。那原来这个家族的基因遗传真的这么强所以儿子也开始治疗。那治疗过了半年之后呢，儿子所有的数据都正常了。那这就是虽然有这个家族的倾向，然后也已经发病了，可是我们可以维持在你身体逆转回一个比较好的状况，就比较不会产生一些令人遗憾的结果。那有一些呢，他就真的已经中风过了，或是他肾脏啊，真的已经有轻度的肾衰竭过了。那这种状况，其实高血压已经影响到他身体已经一段时间，而且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。但是
我们还是可以去保养它，不要让它这个器官继续恶化下去。像有些病人啊，他就是因为肾脏功能其实已经退化了，高血压很久，然后一发现健康检查报告就说他已经是中度的肾衰竭了，但是吃中药吃一段时间呢，他肾功能就又逆转回来，变成只有轻度甚至完全正常。那我们可以保护你这些靶向器官，就是说虽然你高血压还在，但是器官的功能呢，我们可以维持住，不要让它产生一个更严重、永久性不可逆的器官的损伤。那中医怎么样去治疗高血压呢？其实我们会分很多类型哦，有一种类型叫做肝阳上亢型。那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只要熬夜啊、生气啊、情绪压力大，血压就高起来了。那你不要觉得只有老人家才会这样子哦。像我有个病人，他在当工程师，那每次轮完大夜班啊，那血压就高，然后头就好痛，觉得好累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会开一些像一贯煎啊、牛膝啊、钩藤这些药物，帮他养肝阴，然后降一下血压。那有时候呢，轮完班睡不着，开点夜交藤，让他们好睡一点，那血压都可以控制得很正常。那有些人他是真的很虚的，叫做过劳型的血压高。像我一个病人啊，他就是年纪大了，可是他就一直很想要付出啊、工作啊，但是他每次只要过度操劳，工作时间一长，隔天血压就飙到140几、150几，甚至飙到160几。那休息过后呢，强迫自己休息一个礼拜，那血压又降到130几。那像这种类型就是过劳型的高血压，这种时候一定要去补肾。我会开像寄生肾气丸啊、肉苁蓉啊、七宝美染丹这些，长期帮他保养。其实呢，他精神体力好，然后血压也控制得蛮正常的。那有一些类型呢，其实真的是很难控制型的血压。那像我有一个60几岁家庭主妇来找我，她是说她已经吃了3种降血压药了，那血压真的控制不下来，而且这些高血压的症状啊，虽然血压好像账面上数字已经很好看哦，已经降到130几、80几，可是那些高血压的头痛啊、肩膀紧啊、头很晕啊，然后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这些症状啊，那完全没有改善，所以她才过来找中医治疗。它虽然降了压，可是呢，周边的灌流其实供应并没有改善啊，那脑循环没有很好，还是头晕晕的啊，这种就是所谓的痰瘀互阻型的。那这种时候呢，我就给他血府逐瘀汤啊、半夏天麻白术汤啊这些化痰瘀的药物。调了一阵子之后呢，血压就恢复正常了。那西医这边呢，主治医师也慢慢的帮他把降血压药物调整下来，他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药，精神体力也变得比较好一点。所以配合中医的正行呢，我们可以帮助你血压控制得更稳定一点。那中医为什么要治疗高血压呢？很多人就问说啊，你不是已经在吃西医药的降血压药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配合中药？如果我已经控制得很好的话，我还有必要吃中药吗？其实中医治疗高血压不是只有改善数据上的血压数据而已，还有一些优势哦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改善循环，因为周边的灌流不足嘛，心血管会损伤嘛，那组织会受伤啊。我们刚刚说的用这些化痰瘀的药物啊，会改善循环，然后呢调整血管的紧张度。那你吃了降血压药，配合中药之后，你才会真的觉得说啊血压降了，人也很舒服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就是说改善脂肪的代谢异常。那有些药啊，吃了降血压之后，就是有些人会胸闷，或是觉得头晕，或是觉得咳嗽。那中药可以降低这样的副作用，改善这些代谢的异常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保护血管。那你要想象哦，我们的血管啊，每一个细胞的内皮细胞都像一块瓷砖一样。但是你高血压那些压力一直冲，冲久了就像瓷砖会破裂一样，细胞内皮会受伤啊，那受伤就会发炎，那些发炎细胞就会造成很多的血栓啊，造成血管硬化。那中医呢，其实就是等于在血管的内皮帮它上一层保护膜。你虽然血压高，但是血管内皮比较不容易受伤啊，像是丹参啊、沙苑吉里啊、何首乌这些药物都有保护血管内皮的功能。那像我们中药有很多的药物，像什么当归啊、赤芍啊、瓜蒌啊、蟹白这些，都可以保护冠状动脉的灌流，而且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已经证实哦。所以呢，你虽然高血压很久了，可是我们中药给你这些药，保护你的心脏，保护你的肾脏。那虽然不一定能够逆转回来，可是至少让这个器官的功能不要变得更差，跟西医一起配合，那这样呢比较不会产生那些很严重的后遗症。
那高血压的人日常要怎么保养呢？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尊重医师的指示哦，你不可以自己要随便调整剂量，一定要回门诊跟医师讨论，不要自己乱调哦。那接下来饮食当然注意啊，低盐、低油、低胆固醇的饮食啊，这些刺激性的烟酒、咖啡这些当然不能喝啊。还有我们要适当的运动，情绪要保持平稳，这些呢都有帮助于维持稳定的血压。那另外就是说，有些消脂的茶饮，像我就很推荐玉米须茶，因为呢它的性味比较平稳一点，然后它又可以利尿消肿、清肝利胆，可以降血脂。而且呢，又可以降血压，而且它味道其实也蛮好喝的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有些人血压比较高一点，然后有些高血脂，那我就会请他们喝玉米须茶。轮班作息的工程师可以提早吃中药调理血压吗？真的很多人这样子不正常的作息，连续高压工作10几个小时，然后呢，血压有时候就高起来了。可是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啊，有时候熬完夜没事，有时候熬完夜血压高上来变成130几，或是到140几。那你这时候呢，吃点中药保养，让你身体呢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况。就算你血压有时候高上来，可是呢不会去造成你的心血管系统或是其他一些器官的伤害。如果你知道你的作息已经很不健康了，那你当然要更积极来做一些保护它、修复它的动作啊。好，我们这一集讲到高血压，那高血压其实最重要就是饮食啊、作息啊，还有跟医师好好的配合。那这样子呢，不管你是哪一个程度的高血压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